最近冬天的蔬菜盛产，白萝卜1条30元，结头菜1颗35元，高丽菜这么大50元。昨天还买了1颗大白菜，超过4台斤99元。我想啊，既然这么便宜，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做点泡菜备着，吃火锅的时候当成解腻的小菜也好适合。我今天会做几种不同口味的泡菜：韩式泡菜、韩式结头菜、台式泡菜和焦香水萝卜，看看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。记得把你喜欢的口味写在留言区里，让我知道哦。等待杀青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腌料。先做韩式泡菜用的糯米糊。韩式口味的泡菜需要糯米糊来帮助发酵。糯米粉20公克，加200cc 的清水，开火，不断的搅拌，煮到呈现浓稠的状态就可以关火，放凉备用。台式泡菜的酱汁：白糖350公克，冷开水350cc， 白醋350cc， 全部放进锅子里加热搅拌。只要糖完全溶解就可以关火，一样放凉备用。做泡菜其实不困难，杀青、调酱、腌制，然后就是时间的等待。焦香萝卜的酱汁：白糖6汤匙，花椒2公克，甘草1片，白醋2汤匙，盐1.5茶匙，水180cc， 煮到沸腾之后关火，放凉备用。现在继续来做韩式泡菜的腌料。这一锅酱料啊，会同时用在韩式白菜和结头菜上面。苹果2颗，蒜头100公克，用搅拌器打成泥，放进糯米糊里面，再加入白糖4汤匙，鱼露6汤匙，最后拌入粗辣椒粉100公克。腌料的部分就完成啦。
白萝卜和结头菜都是当天杀青就可以，唯独大白菜需要前一天准备。我的比例是1000公克的大白菜搭配100公克的海盐和1500cc 的水。记得一定要用海盐，如果使用加碘盐，白菜容易发苦。这是做韩式白菜很重要的小技巧。浸泡重压1个晚上，水分会慢慢释放，到时候白菜的口感会变得更清脆。现在的白菜咸度比较高，我会先清洗几次，边洗边试，觉得刚刚好之后，再过一次冷开水，然后捏干，就可以准备拌酱啦。结头菜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多清洗几次，试味道，最后过冷开水沥干，就可以腌制了。不知不觉，泡菜一做就是一整个下午。回过神来，天都已经黑了。水萝卜和台式泡菜浸泡酱汁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冷藏保存。那韩式泡菜呢？放进冰箱之前，要先在外面发酵。我现在的室温是18到20度，大概2天后再冰就可以了。3到4天过后，风味就会变得很棒哦。晚餐我要利用前几天腌好的韩式泡菜来做一锅到底，而且超级下饭的泡菜炖排骨。今天这一锅炖的比较多，孩子们补习回来，到时候加热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原本打算全部都用猪小排，摊商分量不够，就挑了一些尾冬骨来搭配，炖起来一样很好吃哦。1500公克的排骨，冷水下锅汆烫，冲洗干净，接着加入蒜末30公克，白胡椒粉1茶匙，糖1汤匙，粗辣椒粉1.5汤匙，韩式辣椒酱1汤匙，酱油4汤匙，混拌均匀之后，腌制30分钟。妈妈们，如果想换换口味的，这一道真的很值得试试看哦。
可以吃啊。好，咕噜咕噜的，很有食欲哦。对呀、来，我帮你夹一块排骨。都好都好，这太哦，下饭了。这个太大块了。这个太下饭了。是哦。对啊。这个年糕，好吃的。烫哦。年糕真的很 Q， 是哦。放在里面煮好适合哦。哦，这萝卜有焦香，很对适合冬天的感觉。这吃普通火锅也很解腻啊。对啊。晚上冷冷的吃这些锅就很舒服哈。这个乐排，好吃。对啊，好我一根都快吃完了。红萝卜也超好吃的，妈给的这个红萝卜好可爱哦，怎么那么小？就是种太密，然后把它拔起来，修。修就吃慢一点。它是怎么样？为什么会太密？它就是种的时候撒种子啊。所以长出来的时候不晓得它在哪里，然后就对，全部都穿插在一起。对啊，那你要把太密的先把一些掉，对，然后才让它顺利成长啊。就看起来很红哈。其实它一点都不辣。这个小的应该也都能接受啊。它的辣是在那1汤匙的韩式辣椒酱而已，其他都不感觉辣，因为连这个盖桃彩的泡菜都没辣。来，我再帮你夹一块。好。哦，谢谢，很大块哦。大块哈。我觉得我这一次泡菜腌得很成功，不输外面的哦。对啊，但是就是不太够酸。酸是要等时间，很满足。对啊。给我一个年糕啦，你只捞年糕，再来一个，你看它就是一直粘在你的汤匙上，我就是想要找一些你腌的泡菜。结果就粘到年糕，是不是？是啊。